你知道台湾猛禽界的浓眉大眼小帅哥是何方神圣吗？这种大眼睛的城市小精灵竟然是吃生肉的。这种可爱的鸟类似乎还有着软骨功，头部最多甚至还可以旋转到270度。没错，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一种象征智慧的鸟类——领角鸮。这种鸟类在传统迷信的观念里被认为具有药性，又不害怕人，所以还一度被捉来入药，当作治疗哮喘的材料。我们今天要来为各位科普这种台湾最亲近人的猫头鹰。在影片开始之前，如果你也是对台湾鸟类感兴趣的话，也非常欢迎各位订阅我的频道哦。那我们就一起开始今天的影片吧。大家好，我是爱台湾的杰克。我们这周也要来介绍台湾的鸟类啦。我们今天也要来跟大家聊聊台湾最常见的猫头鹰，在各位的生活环境里头，它们都有可能会出没。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是领角鸮。我们常说的猫头鹰可以分成鸱鸮科与草鸮科两大类。目前全球共有213种猫头鹰，而在台湾则有13种的记录。今天所要来介绍的领角鸮，在科学上面的分类属于动物界脊索动物门、鸟纲、枭形目、鸱鸮科的物种，主要是分布在印度北部、巴基斯坦北部以及孟加拉还有喜马拉雅山东部至中国南部地区。当然，台湾也有领角鸮的分布。部分的族群它是具有迁徙的特性，身长大约23到25公分。虽然它们是属于角鸮属当中体型最大的，但是在所有的猛禽当中算是小型的猛禽类哦。它们最具特色的呢，就是它们头上那一对小型的耳羽，看上去很像耳朵，但却不是耳朵。这种造型它的质地是一种柔软的羽毛，而且它也是属于冠羽的一种。平时放松的时候，它会自然的向下放，但是当它们遇到敌人或者是警戒的时候就会翘起来，做事很凶狠的样子，用这样子特殊造型的羽毛来去吓阻敌军。可以说是在这个大自然当中戴着一副凶狠面具的温柔野兽。领角鸮的身体大部分偏灰或者是褐色，不同的亚种也会有个别的亚种差异，而大多呢都是具有浅黄色的杂纹或者是斑块，有时也会夹杂深色的细条纹。它们的眼睛是呈现棕色，雌雄的外形并没有太大明显的差异。猫头鹰它们是属于夜行性的猛禽所以它们具有强而有力的爪及喙。我们在讨论猛禽界，鸟喙与鸟爪两者相比，爪子是略胜一筹的。它们为了适应夜晚的生活形态，猫头鹰的眼睛特别的大，在夜晚的时候可以让更多的光线进入，所以说它们如果在野外就算仅有微弱的月光，领角鸮仍然可以看见猎物的移动。领角鸮的耳朵也是非常厉害它们的耳孔很大，而且位置左右不对称，它可以使得声波传到耳朵的时候会产生时间上的差异，而这样子的时间差也使得猫头鹰它们能够准确的判断猎物的方向以及距离。刚才有提到，这种鸟类还有一项特异的功能，因为猫头鹰这种生物，它们的颈椎骨的数量有14节颈椎，使得它们的头部可以轻易的旋转，而且角度更高达270度再来，我们来谈一谈领角鸮的翅膀。通常一般鸟类在飞行的时候，空气会在翅膀的前缘形成问流，所以说当你在公园看到一群鸽子呼啸而过的时候，我们就会听到巨大的声响。不过猫头鹰的羽毛则会在它们的前缘形成锯齿状的结构，使得气流通过它们翅膀前缘的时候形成小小的漩涡。由于这些小漩涡它的震荡频率很高，已经超出大部分的猎物听觉的频率范围，所以说由我们的角度还有它们猎物的角度来说，猫头鹰的飞行是没有声音的。当然，这也是它们在宁静的夜晚可以大显身手的重要优势。它们在晚上的时候，主要是去吃一些包含小型鸟类昆虫老鼠青蛙还有蜥蜴等等。它们吃东西的时候会撕开猎物，一口一口的把骨头还有肉一起吞下去，一起吃下去。在历经4到5个小时的消化之后这个时候他们会把那些无法消化的物质像是它们的毛骨头牙齿等等，先把这些无法消化的物质呢储存在前胃，再经过挤压成一个椭圆形的小球之后，再从它们的嘴巴当中吐出来，形成所谓的食碱。而不同种类的猫头鹰，它们所形成的食碱形状、大小都有所不同。所以说，许多生态学者也会调查它们的食碱，来去研究它们在野外的觅食状况
在台湾的野鸟界也有非常多喜爱猫头鹰的朋友们，所以说他们也会时常带着各式各样的摄影器材在低海拔的各类树林当中去寻找领角鸮可能出没、可能活动的地方。在城市的边缘丘陵地区，也有可能会看到他们的身影。不过，在现在慢慢开发森林的社会，限制了许多生物原有的栖息空间，野生动物我们都观察到是越来越减少的。而多种生活在台湾的猛禽类也受到了巨大的影响，这使得现在我们所在的台湾所有野生的猛禽类都是保育类的动物。不过，相对于大多数的在台湾的猛禽，领角鸮就比较能够适应都市丛林的挑战。它们拥有了坚韧的适应能力，它们在已开发的大环境当中，比较容易去寻找到稍微适合一点点的栖息地。虽然减缓了繁殖空间对于领角鸮的影响，不过很遗憾的是，领角鸮它一样跟我们生存在相同的空间当中，所以说仍然被这个大都市的许多交通工具路杀。根据台湾动物路死观察网的数据显示领角鸮是目前台湾最容易被路杀的猛禽之一，占所有猛禽路杀记录的 67%。 根据中兴大学生命科学系吴生海教授的长期野外观察，他发现领角鸮和黄嘴角鸮在秋天的时候会在马路上面吃蚯蚓，这也可能因此造成了数据上我们观察到他们在秋天被撞的几率较高的原因。此外，领角鸮的飞行方式也有可能会是造成它们容易被撞的主因台中市野生动物保育学会曾经以领角鸮、褐鹰鸮、凤头苍鹰以及红隼这4种猛禽来做测试。他们将这4种猛禽摆在地上，并且在距离它们3公尺之处放置梯架，此时由人员靠近它们，让它们自己飞上去。从摄影机观察的结果发现领角鸮以及凤头苍鹰它们在紧急起飞的角度大约是落在10度到15度，而红隼跟褐鹰鸮它们则是可以到45到60度。这代表什么事情呢？代表我们所谓的红隼以及褐鹰鸮它们可以比较用接近垂直的方式往上飞到最高的横架当中。但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领角鸮以及凤头苍鹰它们则是以低弓角的方式飞，这样子的飞行方式以及移动的速度，被专家推测可能是领角鸮它们容易躲不过车子的一大原因。然而，也有相关学者则是认为领角鸮它们在都会区的数量较多，族群量较多，导致被路杀的数量变多。根据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野生动物急救站的记录，领角鸮的幼鸟是猛禽当中被人拾获次数最多的一种，可见这些领角鸮的幼鸟，它们是经常出现在人类的活动范围内。如果筑巢地点刚好是在道路附近，落巢的幼鸟就非常容易被经过的车子碾毙。当然，这也都是可能造成数据上面显示所表现出来的原因。我们今天所介绍的猫头鹰、领角鸮可以说是我们的好邻居，虽然说它们在大自然当中是属于吃肉的掠食者，可能难免让人联想到他们吃东西的样子就退避三舍，但是如果没有了这些高级的消费者在食物链当中扮演着这个重要的角色，较低层的小型哺乳类或者是其他生物可能就会快速的繁衍。而当生态一失去平衡，对于每个环节的生物体都会变成巨大的影响的。我们如果在夜晚行经较安静的山路，也建议大家放慢行车速度，以免以上讲到的遗憾发生哦。最后，大家如果在野外有机会见到这种超可爱的猫头鹰，可以在远处仔细的观察它们的浓眉大眼，也千万不要打扰它们，给它们一个自由自在的生存环境哦。各位喜欢这种看起来超有特色的大眼伙伴吗？欢迎各位在底下留言你的想法哦。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帮我按赞并且分享，我们也将持续在每周晚上10点更新更多跟台湾动物有关的内容。我是爱台湾的杰克，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